喂，老婆。老婆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把航班取消了，因为杜杜不见了，全家人找了1个晚上，都快找疯了。杜思源，你可以啊，你在机场把护照藏起来，让我以为是杜杜干的，你能不能想个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？然后你说你过2天来，然后呢，告诉我说没有航班，所有的航班都订完了。结果我今天一查，哎，所有的航班都有至少1/3的空座，你告诉我没航班？行，你说你今天来，可是现在呢，飞机都起飞了，你竟然跟我说杜杜失踪了，然后你把航班取消了，这种谎你都能撒得出来啊？你是当编剧呢，你杜思源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跟你度这个该死的蜜月了。哎，全爱啊，哎，家里没人，杜杜不在家。Well, it's fun. It's interesting and like crazy. Oh, I think I'm. Okay, no problem. Okay, please. 哇，权威真的是你啊！你在这里喝酒怎么不叫我？哎，我能坐这儿吗？可以啊，哦，我能叫你权威吗？当然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啊，杜先生呢？他来了吗？他有点事情，所以我就不让他来了。What? Serious? 这可是你们的蜜月旅行哎。婚礼是1天，蜜月是1个月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婚姻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我先生是个特别负责任的人，他可以为了女儿放下所有的事情。杜杜怎么了？你不必紧张，一切都在我先生的掌控当中，杜杜不会有事的。从我先生对他女儿的爱上，我就笃信我们2个人的婚姻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，我们会白头到老的。就冲你这番话 ，Cheers！ 祝你们白头到老。谢谢。Lisa， 有空回国的话可以找我啊，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，我会把你当贵宾一样照顾。谢谢。谢谢你这几天帮我安排的一切。Don't mention it. You're welcome. 不醉不归。Cheers. 杜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杜杜，谁呀？杜杜，醒醒，是爸爸啊！你怎么睡在这儿了啊？醒醒，没事吧啊？我找了你整整1个晚上，怎么了？
怎么了这是？宋云死了！别哭，没事没事。喂，师傅，老婆我很快就到。哎，拜拜。我给你买了咖啡和早点，你要不要吃点？啊？我真的是在出发前才刚刚接到这个案子，那个当事人呢是富豪榜上的人物，这个案子对于我来说可以有一大笔的收入。我知道你非常看重这次蜜月旅行，所以我不能以工作的事情为借口，所以我就把护照藏了起来。还有豆豆的事情，我之所以没有赶上飞机，是因为豆豆不见了。这件事情你可以去问咱老爸。还有这个杜云，他去接飞机，我事先真的不知道，他们没有跟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。进来了啊！一宿都不带关灯的，这店不花钱呐。楼下我都听见闹铃响好几回了，还在这睡，惯坏了就得天天得让我来叫来。哎，你起来起来，早餐都做好了啊，我锻炼身体去了，听见没有？怎么没反应啊？赶紧起，一会儿早餐凉了，我锻炼身体去了啊。上班。爸，哟，闺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从机场直接回来的？啊。杜苏远没去接你吗？您的箱子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？不是，你怎么没回家呀？这不是我家吗？嗨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没回你自个儿的家？不打算回去了。啊？来，快！哎，闺女，这杜思远没陪你去法国度蜜月的事儿啊，我略知一二。他是情非得已，不是故意的。爸，我困了，中午饭不用叫我啊。啊？不叫啊？行，那你先倒时差啊。我让杜思远来给你赔礼道歉。哎呦，这杜思远真是。喂，哪位？啊，爸，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睡过头了是不是？我哪儿敢呢？我昨天晚上就睡在机场了。早上5点40，他的飞机一落地，我就准时准点，我举着咖啡，举着早餐去找他。那怎么还会回来了呢？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他对我不理不睬的。爸，那让他在您那儿多住几天，等他什么时候气儿消了，我再去接他，行吗？行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老二啊，从小让我给宠坏了，所以你也多担待点吧。不，爸，这个事儿啊，主要是我没办好。权威啊是一顺毛驴，顺着捋，啊，千万别呛着，一呛着准出事儿。谢谢爸。
谁啊？进来喽。怎么样？哎，爸是卡着点进来的吧？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你该醒了。一碗全是鸡丝面，赶紧吃。吃吧。爸爸，我不饿。不饿才怪呢！你一个人在法国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你就不想爸这口鸡丝面吗？对了啊，我呢给这杜思远打了电话，让他晚上回家来吃饭。您别再管我的事儿了，我不想见他。你赶紧跟他打个电话，别让他来。他要来了，我就走。这，我知道你这心里头不舒服。你看你们俩这事儿办的，哎呀，确实是有意思啊。人婚礼给办成那样，这新婚旅行又给办成那个样子。这个杜思远他也表示了歉意了，跟我说他好多回了都。哎呀，爸，您别说了，我跟他的价值观相差太远了。我不能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满嘴撒谎的人。您不是一直教导我们说做人要诚实吗？可是这次旅行我真的看清楚了，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不，这个话我觉得有点过了。什么叫不是一路人呢？你看，他当时他这个手里他确实是有案子，走不开，这我可以证明的啊。他后来他跟我说了，他又不好跟你说，所以他就来了一个缓兵之计，想着再追过去。哎，可是又发生事儿了，杜杜不见了，真不见了啊！打电话也关机了。那你说作为爸爸的他能不着急吗？是不是？他这个时候他就算是去了法国，能跟你好好度蜜月吗？是吧？那你说男人他做事儿是不是？男人他就得把这事儿得做成了才行，他不能半途而废的。爸爸也一样，爸爸他对女儿他就得负责任，你说是不是？爸啊，您了解我的脾气，我就心里如果有了那个疙瘩，我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面对他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不会心里一套表面一套，我又不会演戏，那是对吧？那是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分开得了。您什么意思呀？您要是容得下我在这个家待着，我就在这个家待着；你要是容不下我，嫌我爱我呀，我就可以到海里的宿舍住去。不，我可没嫌你碍眼，闺女，你在家里住着，在家里住着啊！我不说，你赶紧吃面，吃面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没摆平。口渴吗？那个杜云在法国接机的事情，事前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管他在法国跟你说了些什么吧，我相信他并没有什么恶意。他经常跟杜杜聊聊微信啊，视频一下啊。我觉得他只是希望你能够和杜杜成为一个好朋友。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，那个时候我想跟你解释，但是你的电话关机了。你要是心情不好的话，你就在咱爸那儿多住几天，等你心情好了，我们再聊。我心里洁癖，杜律师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跟我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会打上问号。我不相信你了。你的戒指呢？摘了。我正在考虑以后还要不要戴上。杜杜那天没回家是有原因的。喂，哪位啊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您下来一下。干嘛呀？我们穿皮鞋不可以上跑步机，请您配合一下，谢谢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宣威，你在哪儿呢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可找到你了！我哪位？我徐主任呢？主任，我刚从国外回来。带班的那个桃子，今天早上出了车祸，我听说把秀丽广场的那个围栏都给撞飞了。啊！你就过来救救驾吧，我的姑奶奶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要不然我这儿啊可就真就开天窗了。我倒是义不容辞，可是我没做过新闻主播呀。你不是进修过播音主持吗？我们一直觉得你没问题。对，你可别跟我说你还怯场啊！您都不怕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这就过来。5秒前，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欢迎走进新闻快报，我是主播权威。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氏集团多番上市遇挫，今日终宣告搁浅。今日，我市著名民营企业郭氏集团公布多项通告，指出此次上市计划暂且出交搁浅。去年6月，全叔，证券宣布郭氏集团将会60亿元上市。您瞧瞧，薇姐在播新闻呢。11个涨停。去年双方重复还真是啊。审核突破。哎，这不是他平时播的节目啊。嗨，这能者多劳呗。薇姐播起新闻来有板有眼的，真厉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郭氏集团近年来，您先看着，我到前台去忙啊。哎，你去吧。尝试回归 A 股为国，随后5株证券获批，却在跟二女儿给我也签个名呗。你干好了就不签名。签名我也要，是不是？哎，行。复牌后，该股连续拉出11个涨停。陈叔，去年双方重组，您最后这闺女啊？则新闻，对，我二闺女。不，平时她称自己主持的不是这档节目。由于女子借口钱上有重要的号码，棒！将钱偷走。你说你怎么能生出这么优秀的闺女？介入调查，骗子花招多，时刻需谨慎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全叔30年前他也是一特别精神的小伙子。您这，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送碗。送碗，赶紧走啊！感谢您的收看。要获取更多资讯，请关注我台下方的微博、微信及客户端。来，汤来了，热汤来了。哎呀，老二，你今天辛苦了啊！播了半个多小时的节目，肯定口干舌燥的。来，吃点热汤补补。其实吧，我播完以后觉得自己通体舒畅的，特别舒服。我觉得呢，我应该取消我这个婚假，直接回去上班。全主播，你这都快成台柱子了，还休什么假呀？我听说啊，像你们这种主播是不敢请假的啊，有一波小鲜肉等着占你们的位置。我今天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就像我一样，这个工作就是我特别喜欢的。我工作起来不但不觉得累，我反倒觉得是一种享受。你想啊，你们以后不单单会在新闻节目上见到我，也可能会在娱乐综艺节目上见到我。我不打算给自己设限制，我要让所有的大门都向我敞开。二姐，你看啊，你这事业上的大门是敞开了，可是你这家门什么时候都要……我觉得啊，就是蜜月嘛，你可以找时间再过。这个谎言它也有性质的，它分善意的跟恶意。我觉得二姐做的对，杜思远他骗你一次，肯定有第二次啊，教育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要是我啊，非得拿手铐把他铐在马桶上不可。行了，老三，你真是的，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，什么都不懂就知道起哄。你别听她的啊，妹夫说到底是出去办公事儿，又不是花天酒地去了。男人就应该以事业为重。他虽然没有陪你去度蜜，但是你想想，他为咱这个家办了多少事儿啊！大姐，你是不是受什么贿赂了啊？净替杜思远说好话。你不是也一样？我没有那么明显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好不好？像妹夫这样的女婿，上哪儿找去啊？是吧？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说到底，这夫妻二人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别去计较那些。这是教训他一下，他才会长记性啊！
印象深刻才能知错就改，对吧？我现在啊，心思都在工作上，我根本不会考虑他。你们都不饿是吧？说到底，就怪那个恒温箱漏电，把那个西西给电死了。要不然你说杜杜他怎么可能夜不归宿啊？什么恒温箱啊？就是那个邹玉死了。你不知道？杜杜那天没回家是有原因的。怎么就没人告诉我呢？邹玉死了。啊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。什么味儿啊？杜杜一直不愿意扔。为什么呀？他说，他希望你给他的女儿办一个葬礼。是不是还要开追悼会啊？你觉得这个要求合理吗？老婆，邹毅是杜杜1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杜杜，杜杜，是阿姨不好，我没有想到邹毅会这样。你能原谅我吗？杜杜，这样，我会去买一条一模一样的送给你，好吗？杜杜，杜杜，我该怎么做呀？买块墓碑，买口棺材，再买块墓地啊？其实没那么复杂。杜杜的意思呢，就是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，挖个坑把它埋了。就这样？还能怎么样啊？你没闻到家里什么味儿吗？再不处理的话，这个家待不了人了。好，我同意。杜思远，我不想纵容孩子这样的行为。这是最后一次。明白。看在你的面子上。谢谢老婆，谢谢老婆。我们什么时候去啊？那个不是我俩去，是你和杜杜，这是他的条件之一。我明天早上来接他。哎，挺好吧？环境好。你看，这儿空气好，是吧？绿化也好，哎，热闹，他不会孤单了，是吧？来，哎呀，杜杜，你看这棵大树不错，大
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好吗？啊，就这儿吧。我觉得这儿不好。怎么不好？多热闹啊！这么多人，都在野炊，我觉得我的邹毅没法好好安息。那我们换个地方。对，邹毅得安息。走。这是不是挺好？你有什么意见，咱就在这儿吧。哎，这儿风景不错啊。杜杜，你看这儿多好啊，是吧？风景秀丽的，啊，哎，这儿好，有2棵树，跟它作伴儿，我觉得这儿不错。埋在，哎，这儿的土松，这有水。有水好啊！我们中国有句老话是“水为财”，有水好。我觉得这不好。为什么呀？这雨季水都涨上来，不把邹毅淹了呀？而邹毅的，那我们换个地儿。哎，杜杜，杜杜，你等等我，杜杜，哎，你等我会儿。快到了，这儿不错吧？不好。杜杜，哪儿啊？就这儿吧。啊，这儿啊，挺好的。好，我也觉得挺好。那我挖了啊。
回去吧。你还没道歉。我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？行，杜杜，我再次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不是给我，是给邹姨。杜杜啊，我们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戏弄我，折腾我。我不跟你计较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伤心。可是邹姨不是我故意弄死的，我也一直在想方设法的讨你开心。好，办葬礼可以办了，对吧？我跑遍整个城，我给你想买一条一模一样的还给你，我让你原谅我。可是有什么用啊？我把你爸电死了，找一个一模一样男的给你当爸，你乐意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对不起啊，杜杜。杜杜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杜杜，你别乱跑啊，危险！杜杜，老婆，杜杜，老婆，你这……我知道我不该打他。他怎么折腾我都行，但是他不能说我爸。我知道杜杜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不过你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会教育他。我不会再动他一个指头了，他毕竟不是我的孩子。哎，老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哎呦，美女，您怎么着了？什么事儿您这？老板，你当时卖我这恒温箱的时候跟我吹牛，说这恒温箱质量有多好多好。你看看啊，你这恒温箱漏电，把我们家西医给弄死了。你说怎么办吧？哎，谁证明这东西在我这儿买的？你看这整条街都是卖花鸟的，你要有证据吗？不是，这才几天啊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你不就是那哪个电视台那主持人权威对吧？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我在你这儿买的恒温箱，你不记得了吗？那我可就不认识了，人我认识，东西还真不认识。
你不承认是不是？啊？你说吧，你们家恒温箱把我们家蜥蜴弄死了，你该怎么赔？您可是主持人，您说话可得文明点。不承认是吧？要证据是吧？证据呢？证据呢？拿出证据来！这就是证据。至于的吗？你这鸟！我的鸟！这有录像啊！我这有录像，可证据，你可是公众人物。哎，我这有录像啊！今天的热搜，女主播大闹花鸟市场，又是一个标题党。多多，你看，我无聊，不看。一个叫权威的女主持，大闹花鸟市场，把亚店的鸟全都给放了。你看，多壮观！哎，看看呗，你看。我说了，我不看，你讨厌死了，不看，你走开。哎，怎么了？还生气了呀？哎，等等我。回来了。你权威阿姨，这回算是惹麻烦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让她去闹的。这个视频已经上热搜了，真不知道电视台该怎么处理啊。你看看吧。我不看。看看。我不看。这孩子。你不承认是不是啊？你说吧，你们家恒温箱把我们家蜥蜴弄死了，你该怎么赔？您可是主持人，您说话可得文明点。不承认是吧？要证据是吧？证据呢？拿出证据来！这就是证据。至于的吗？你不承认是吧？你要证据是不是？好。证据呢？拿出证据来！这就是证据。至于的吗？多少钱呢？二丫头，爸，哎，来，什么呀？给你煮的莲子羹，喝完了以后啊，它降火。就需要这个。哎，你猜你就现在这样，你让我想起什么来了？想起你小时候来了。小时候有一次啊，你那窦叔给你买了一条小狗，全黑的。你呢那时候因为看了动画片那个白雪公主，你特别喜欢这白雪公主，你非给人家小灰狗取名字叫白雪公主。对。哎呀！但是我记得没几天那狗就丢了，我还特别伤心。你那岂止伤心呢你？好家伙，你跟我大闹一场。你认为说是因为我没有关好门，你这白雪公主跑了的？你最可气的，你知道什么事儿吗？你说你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，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有吗？好家伙，你跟我闹啊！哎呀，我当时气的，我真想，哎呦，我后来一想，我说，他就是个孩子呀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不能一个大人我去跟孩子置气，那我一大人要跟孩子置气，我不是太不懂事儿了吗？我就为了你啊，我就第一次在船桨请假，我就去给你找这狗。
哎呦，这一天呢，把我走的呀，我愣是没把这个白雪公主给你找着。我这心想，我怎么回来怎么交代呀？哎，我灵机一动啊，灵光乍现，我就给你买了一个毛茸茸的一个狗玩具，你记不记得？记得，也是黑的，是不是？抱了好多年了啊，是啊。虽然你还在生气，哎，但是你看这小狗呢，你好点了。你跟我说话，我看着你跟这个小狗这么抱着玩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看，一个大人不能跟孩子置气，是吧？孩子有什么事儿的时候，我们得冷静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要跟孩子置气了，那我岂不是太不像话了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我没什么意思啊。明白什么事儿呢？你这是？哦，对了，杜杜给我打一电话，跟我说学校要开家长会，说让我去给他开家长会去。可是我这个川江，你说我一厨师长，我要请假，还真是一个事儿，还是？您干脆就直接让我去不就得了吗？你答应了？哎，答应了。大人答应的事儿不能反悔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谢谢爸。啊？谢什么呀？别忘了啊！我是大人。跟你说，一会儿全外公来了，做菜可好吃了。然后一会儿等如果有机会，我可以带你转家吃饭。好啊。哎，他怎么？原来你小妈是江湖说菜，我是权威啊。我跟他的关系用不着“妈”这个字，好吗？谢谢。多多，为什么是你来？你全来外公没空，所以让我来了。从法律上来讲，我是你的监护人。哎，您好，哎，您是主持人权威啊？我是，我也是杜杜的家长啊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来，请坐。钱主持人，我也是学生的家长，我可是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啊，真没想到，您的孩子也这么大了。哦，他不是我的孩子，但是我是他的监护人。我就说呢，真没想到，您真人比上镜漂亮多了。谢谢，老师。钱主持啊，冒昧啊。其实我们也是搞这个大众传播的，如果您要采访，我可以给您独家。我名片，这个我私人电话。老师啊，您刚才还有什么没说完？您接着说啊。这样，全班呢45个孩子，就他俩90分以下，你们看一看。88呀，也不少了。我以前要能拿个58，你就烧高香吧。别插嘴，还不少啊。啊，老师啊，您接着说。这个事情咱们先不谈，现在最关键的是，这2个孩子天天腻在一块儿，据同学反映还牵手了。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，我觉得这2个孩子很可能存在早恋问题。我说呢，我们家李义成最近怎么鬼鬼祟祟的，这零花钱也越要越多了。他从前可都是班上的前10名的，就是这个学期，这个杜杜来了以后啊，成绩就直线下滑，肯定是这个杜杜把我们家李义成给带坏了。不用担心，我妈的特点就是毒舌，你要是跟她闹，她
他就会用丰富的经验把你虐得体无完肤，然后一个脏字儿不带的就把你训得屁滚尿流。是亲生的吧你？哎，泉水，干嘛呢？我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？啊，电话。你再装，他都看见你了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带我去吃冰淇淋啊？吃什么冰激凌啊？燕窝冰淇淋啊，你答应我的。是，冰淇淋是一定要吃的，可是主厨在才能吃啊，他不在啊。那再见。吃冰激凌那么重要吗？今天有一个比这事儿更重要的，我为你开了个 party。为我？对啊，因为你，我的宾馆升了5星级，5星级，因为你。恭喜你啊！李一成、杜杜，你想跟家长解释一下吧？事实都摆在这儿呢，还解释什么呀？李一成，你先说，是不是这个杜杜带你出去玩了？老师在问李一成话，李妈妈，你替儿子把问题都回答了，干脆以后替他高考得了。一成，阿姨问你，你妈妈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。李一成，说实话，能不能让孩子自己说呀？我教育我们家孩子呢，您操什么心啊？是这样，李妈妈，我也觉得就是教育孩子，我们要以引导为主。如果太过强硬的话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没错，我们家就是这样教育孩子。杜杜，你说说，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哎，又换女朋友了？我告诉你别瞎说啊，都别瞎说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食神好朋友。食神？泉水，我酒店啊，评5星级全靠他了。这张嘴，什么味道都能尝出来。嘴吧，这可能？我不信。那我们打一个赌。好啊。如果我要是输了的话，你们说多少酒我都喝了；如果你们要是输了的话，我说多少酒你们都得喝了。你真喝假喝？当然是真喝了。我们真的就是好朋友，用他们老家话说，我们那叫铁瓷。那成绩不理想怎么解释？我刚回国，根本跟不上课程，李一成就帮我复习，然后考试之前为了突击，我们就经常复习到凌晨2点钟。你们在哪儿复习到凌晨2点啊？你自己孩子半夜有没有出门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有手机啊，沟通起来很方便。对啊，我们都有微信聊天记录的。再说了，我觉得85分不低啊，这在法国都属于优秀水平。那你也不能拉我们家李一成的后腿呀。你话不能这么说。如果李一成是我的儿子，我会表扬他。人生的一次成长，远远比成绩的浮动更重要，是不，老师？一成，我要替杜杜好好感谢你。你不仅学习优秀，而且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。这样，你喜欢吃什么，或者是喜欢去哪里玩，告诉我，我带你们去，好吗？李爸爸、李妈妈要不要一起啊？好啊，地方我定。去什么去？还是我带你们俩去吧。这杯也是加了盐，不过有一点点腥味儿，应该是海盐，但也不是那么重，应该是南海的盐。这个厉害啊！真厉害！别起哄啊！没事，说输了我喝。这个就是普通的水啊，对吗？喝。喝酒！拿起来泡一下。那你这技能可就厉害了，应该受到国家保护。你平时出门不会后边都跟着特工吧？没有。哎，姐，你有工作吗？我认识一酒店。你打住啊！这是我的御用，什么其他酒店？行，皇上真小，开玩笑的。
全阿姨，今天真谢谢你。没什么，我也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。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说，今天你太厉害了，太帅了。没什么帅不帅的，这事儿啊，就是小菜一碟儿。我只是不愿意看见自家人受欺负。你今天回家住吗？我送你回家。干嘛去？波虫，干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放开！于静静，怎么哪儿都有疑惑不散的你？波虫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跟那图书管理员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你行不行？一次两次被我看见，你俩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你这点说瞎话也要有个度吧？我告诉你，静静，今天这个 party 是我用来庆功的。如果你要敢捣乱，我马上轰你走。心疼啦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波虫女朋友。像你这样长得难看、身材不好、穿衣服品味又差的女人，波虫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松开！放开我！静静，放开！就是真正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啊。可乐，咖啡，好了，开始吧。爸爸，哎，我让你拿什么来着？哦，那个番茄酱，对对对。爸爸，你要是心里面还有全文阿姨啊，你就拿着你的衣服和洗漱用品去全员公家找她。女人嘛，总是经不住男人的锲而不舍。锲而不舍。哎呀，叔叔啊，你少给我添麻烦了啊！你说我要是走了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回头你不开心，再给我招一个大 party 啊，在这儿又唱歌又跳舞的。你要是再喝多了，再闯祸了怎么办？哎，你可答应过我的啊！20岁以前不准再碰带酒精的饮料，对不对？知道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全文阿姨的脾气比我妈妈的还坏。经常不回家睡觉来惩罚你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因为你没有跟她去成法国度蜜月，因为我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我很抱歉。但你不用担心我，因为我跟全文阿姨已经和好了，在中国这叫冰好如什么？冰释前嫌。冰释前嫌。至于你嘛，靠你自己努力了。爸爸，我真的不想你再离婚了。离婚？谁说我要离婚？我同学说的，分居就是离婚的前兆嘛。你要再给我找一个后妈，万一不如全薇阿姨，那我不是很亏？所以，我跟妈妈通了视频，我把她好好的批评了一顿。我觉得她不应该在法国去打扰全薇阿姨，对不对？妈妈也道歉了，妈妈说了，过2天就来看我。
你说什么？你妈要来看你？干嘛？你不欢迎啊？欢迎啊！这么得，你吃这个，我吃这个。算了，你吃这个吧，我想吃汉堡。哎，这笋怎么样？回去炒着吃啊。太老了吧？不行，小姨他家卖的贵，我得你去弄一下。哎，你知道过几天是什么日子吗？那还用说呀？小姨您的生日。哎呦，这一说我生日啊，我想起来都害怕。我这都50了，都老成这样了。哎呦，小姨，您一点都不显，看不出是50。真会说话，就说你会说。哎，小姨这些年有个心思，你知道吗？小姨您心里有我爸，想跟他修成正果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想趁过生日的时候，咱们能不能把这事儿挑明了？我觉得没问题。小姨你放心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我跟几个妹妹说，找时机跟我爸把这事儿给挑明了。真的？好，哎，要点这个。这怎么水这么多呀？这压秤。你那个一会儿再多切一点啊，多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我现在是真没辙了，爸，你帮我想想主意，怎样才能够让权威别再生我的气？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是我。好，明白，您放心吧。好嘞，好，再见。爸，您说，你这件事儿啊，我真的好好替你想了想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能不能把这破玩意儿先关了啊？不是，公司业务。你说你要少打2个这电话，这家里至于出这么多事儿吗？挂了。这事儿啊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说，你看你这权威有那么难对付吗？平时打官司那些主意都哪儿去了？其实吧，这主意我真有，那不是需要您配合。配合行啊，怎么配合？其实啊，很简单，您就是回家做顿饭就行。爸，哎，回来了啊，饭马上就得啊。您不上班啊？啊，这不是你们姐儿几个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吃个饭了，我今儿请半天假啊，好好吃一顿。好。杜思远不会出现吧？啊，他敢？他要来了，我给他打出去。一会儿出来帮您。不用，你忙你的，我这马上就得。甲方应该清楚委托代理事项的诉讼风险，并作出独立的判断和决策。甲方根据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、建议、方案所作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，除非因乙方律师故意过失等事，由甲方自行承担。权威回来了，乙方的义务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啊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先继续好吗？哎，好。来，小姨，这个给您，你爸喝一杯。来，今儿个呢，我高兴，我这二闺女啊，这工作越做越好，这电视台你这个栏目啊，这收视率，哎呦喂，关键是老百姓都议论你这个节目。好，我高兴，喝一杯。哎，再倒一杯。哎呀，说完了二丫头，再说说老大了啊。元芳，我看你们那个有成的厂长对他不错。有成最近也表现得挺好的。我高兴啊。
哎，再喝一杯。爸，你怎么老喝酒？来，再倒上。说完了大闺女，说完了二闺女，现在说说三闺女、四闺女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呀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。 你为什么老喝酒？哎，来人了，快开门去！谁开门？来人了！谁呀这么晚了？哎，你吃去。哎，好。爸多吃点生菜。哎，爸，您今天真的难得下厨的。哎呦，哎，思源你来了。哎，爸，大家都在啊。你，哎，赶紧给你姐夫让地方啊，人都来了。我去拿个碗筷。不要见到你！我二姐都不说了嘛，一辈子都不想见你了。你二姐什么时候说过呀？就是瞎说，闭嘴！哎，老四啊，你二姐喜欢吃辣椒，拿来，加点辣椒给她。把这拿过去吃。二姐夫啊，今天是我们家宴啊，你来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在二姐原谅你之前，你不许说话。 你说吃吧。行，不说话，忙了一天了，有口饭吃就不错了。来，快点吃！谢谢大姐啊！刚才我这举起3杯酒，二姐夫就来了，要说你们两个的那个男朋友的事儿啊。哎，上次不是说的那个男朋友的？爸是这样的啊，关于3妹和4妹的事啊，你不是不说话吗？就是啊。那个。 其实呢，我今天是来道歉的。那个爸、小姨，各位姐妹，当着你们的面，向薇薇12万分的抱歉。你看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之前相同的错误确实犯过不少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。啊，之前我陪你一块看过，当时我看到你的眼神，我就知道你很喜欢它，所以我今天下定决心买了它，就把它放在门口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们就一块开着它回家。 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车钥匙。车钥匙啊！哎呀妈呀，车钥匙是这样的呀，我都没见过这车。二姐，我都要感动哭了，你快圆了大手笔呀！你看，姐，差不多行了啊。就是差不多就行了。哎，要不要我帮你去开一下呀？不是，就这个车钥匙，它能做成这么精致，我就特别想看那车是什么样。哎，你们想看不想看？想啊！想啊！我也想看。走，咱们看看车去。走。哎，我去看看，我没见过这车。就在门口停着，就在门口停着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差不多就行了。那我们看。好嘞。哎，走，咱看看车去的。哎呀，钥匙都这样，你说这车得多精致啊！老婆。 哇！哟，这辆，哇塞！别，我试试，别，是不是这辆？我试试啊！哎，还真是，你看门开了，哎，打开门看看。这车，哇！哎呀！你干嘛？老婆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 其实这辆车并不代表什么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讨你的欢心。我知道你很喜欢这辆车，所以我就把它给买了。你看，你都已经原谅杜杜了，你还替他开家长会，甚至站在他的角度上维护他的尊严。我没有去法国，真的是因为朱毅死了，杜杜失踪了，我不得不去找他呀，所以我才耽误了去法国的行程。 老婆，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？我告诉你，杜思远，你别以为你买了辆车，你收买我家人，你就能收买我，不可能。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毁了我的婚礼，你还毁了我的蜜月，你就是个骗子。老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这个人干律师干得久了，确实有很多不好的习惯。我以前甚至认为。 只要我赚了钱了，养活了这个家，我的任务就达到了。但是通过这回很失败的蜜月，我就知道，
其实你跟我的需求是不一样的，你的需要是陪伴。老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我可以向你发誓，我再也不向你撒谎了。不管是我办案子也好，还是什么问题，只要我有任何事情，我都跟你商量，我绝不撒谎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我不会这么轻易原谅你的。你走吧，我现在不会原谅你的。好，我走。老婆，你能不能扶我一下？我是起不来了。哎呀，哎呀。那个，老婆，那我先走了。我知道我多给你点时间，只要你能开心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好吗？我先走了。哇塞！哦，你看这人还是遥控的，看着没有？锁上了。别乱姐夫，这车得多少钱呀？这个我哪知道？你说一盘菜多少钱？我知道，这车多少钱我可不懂。怎么着也得有10几万，快20万。不止，小姨100多万呢。我在杂志上见过，这个是 Porsche 的 Panamera，这个车如果是 Top 的话，200多万。你听见了没有？200多万呢。不用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 S， 便宜一半。那也100多万呢，听见了没有？贵的啊，有姐妹子，哎，妹子。哎，思远，这钥匙给你。那个薇薇还没有原谅我啊，要不然我就把车先放在这儿，什么时候她原谅我呢，你就把车钥匙给她。那行，哎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姐夫再见啊！啊，再见。妹夫你慢走啊。哎，哎，爸，这怎么？没搞定这事儿。对呀，快回去赶紧进去。哎呦，他们来了，快！你们来了。您好。辛苦。哎，东西都放在那儿吧。又辛苦了，来。哎，真是谢谢你们葵花药业对我们社区的大力支持了。大家都进去喝点水，歇歇脚吧。哎，你们几个一会儿把这东西都抬进去啊。好嘞。哎，快几个小师傅，咱们进去了。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呀？你喜欢什么就让你做什么呀？我就想换个工作，我去图书馆工作了，好难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呀就该向我学习，知道吗？先斩后奏，管他的，先辞了，找到新工作再跟你妈说。你永远磨磨唧唧，你永远都不可能。你不知道。我大学毕业，我爸爸就花了好大的功夫给我安排了这个工作。我其实是不太喜欢的，可是我跟他提过好多次，我只要一提，他就强烈反对。这么容易呀？你越放不下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好比说，这个人呐。你只要忘掉了地面，这个飞机才能起飞。你如果永远在地上跑，你永远是个汽车，知道吗？你得离地。我哪像你们这种富二代似的，想干嘛就干嘛，那么容易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个社会上其他人都活得什么样啊？你觉得我很开心啊？你觉得我每天这样特别开心？对啊，我一点都不开心。小爱干嘛呢？看份材料，你快坐。哎呀，你们是不是嫌你小姨不累啊？还得让你小姨亲自跑一趟来？哎呀，今天所里啊都忙得脱不开身，只能劳你跑一趟了。王冲呢？他马上送过来。你这孩子。小姨。哎，
材料已经准备好了。哦。您在这儿签个字就能拿走。哦。喂，周翔。我看咱们那小区的那个贴的通知说，最近是不是要有一个外来人口的统计调查呀？我没有那个艾主任的电话，我是想说，你帮我问一下，他们什么时候上门？我有可能最近挺忙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家。但是我现在在家，他能不能现在过来呢？哎，这样正好我小姨在这儿呢，我看看能不能让她把东西给你送过去。她是你小姨呀？哦，那太好了。那行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回头我请你和艾主任吃饭。没事儿，好的，那先这样啊，拜拜。谁呀？小姨，我还得麻烦你个事儿。这孩子又累你小姨，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把外来人口登记表帮我给一个叫周翔的朋友送过去？他前几天都不在家，就今天在。这周翔是谁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哎呀，不是什么好人，男不男女不女的。是一个摄影师，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哎，他家就在你们居委会附近。顺道我把地址写给你啊。好吧，给我写下来。我在我们公司是吧？是自己家族的企业，对吗？所有人都这么样看你，我每天也这样。其实都是假的，我身边全部都是我爸爸的人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有我的理念，我有我的思想，没有人听，连秘书，其实他说的都比我说了算。我是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是。你要说快乐，我觉得你干个图书馆的管理员，你比我快乐多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！你要是不跟我说这些，我哪知道像你们这种高高在上的、什么都不求的人，也不开心啊！不说不开心，说多了啊。干！谁啊？周翔在这住吗？等等啊！哎，周翔。嗨，主任。啊，这个小艾啊，让我给你送这个外来人口登记表。哦，哎呦，让你自己亲自跑一趟，真不好意思。这是我工作。行，那快进来坐吧。哎。来，你坐。哎，我听全爱说，你是一个摄影师。哦，就是业余爱好。哦，真有才。哎呦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真是没有机会拍不了照片，现在有机会了，可人也老了。你这说起来以前啊，我突然想起来啊，有个事儿想拜托您来着。我现在啊收集了一些老照片，想过一段时间呢，在咱们社区里边办一个老照片展。老照片？哦，正好我已经收集了一些。您要有兴趣的话，我带您看看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我看看。管他什么那么多对的错的，以后只要有我，只要有你，咱们俩天天一醉方休。管了没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纹身呢？你没见过呀？疼不疼啊？怎么会疼呢？尤其喝完酒以后，一点儿感觉都没有。真的？真的。我也要去。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不是那个，我这样啊，咱们说好了，明天酒醒以后你不要后悔。哎呀，我从来都不是这种人，走了。
这张啊，这就是明珠公园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这可是一景，在我们这儿哈。是挺美哈。哟，这个呀，热电厂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同学谁的家长要在这儿工作，那可牛了，这特棒。是吧？哎呦，这满满的都是回忆哈。那您先看着。我给您看使去。我好好看看。我可以翻吗？可以，随便看，随便看啊。哎，主任，水烧开了。来了。泉水，还没闻呢，你叫什么呀？我不闻了，你带我走吧，我害怕。你害怕什么呀？我怕疼。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再说了，这不是你拉着我要来的吗？这真的不疼啊？不疼，忍一下啊。你说不疼的？您请坐。周翔，你老家是哪儿的？我山东人。这些老照片都是你自己收集的，有你们家里的人吗？没有，我父母都已经双亡了。这些照片啊，我收集的时候，现在都想不到主人是谁了。怎么了？您有认识的人？没有，我哪有认识人呢？您喝茶？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那个街道那还有好多事儿呢，我先去忙，回头哪天再上你这儿来啊。我先走了。好。今天谢谢。别送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用。您慢走啊。哎，主任，下次那个老照片展的事儿还得拜托您啊。疼不疼？疼。看着还是有点肿啊，这得疼多久啊？今天晚上肯定得疼，不过明天就好一点了。但是呢，就是不能碰水，不能吃海鲜。看不出来呀，泉水，你这还挺有胆量的啊，赶在我前面了，挺潮的。那是，你以为我什么都落在你后边？我的优秀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哎，你哪点比我优秀呀？从小到大，你哪点赶得上我呀？是我都让着你。哎，你让着我，那你不用让着我呀。考试哪回考过我了呀？哎，你哪回考过我了？都是我在你前面。算了吧，那我读硕士你怎么没读呢？你读书比我好，我跑步还比你快呢。跑步谁跟你们警察比呀？哎，其实呀，我也特别想去纹一个。下楼来。
你还纹上身了啊？谁带你去的？我一时兴起自己去的。自己去的？我还不了解你呀，你有那胆儿吗？啊，你敢自个儿去纹身去？小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自个儿去纹身，我今天都会降龙18掌了。